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我是千豪，我是23。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是什么？算是玩具界的这个中高端的收藏。中高端的收藏，你会想什么？可动合金。没错，在这个百家争艳的玩具厂商中，有非常多的厂牌都有推出合金玩具。怎么样的合金玩具是各位玩具人最喜欢的？还原动画，贴近我们的原作设定。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吗？合金应该最重要的是可动吧？对啦，可动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品牌呢，就是从奇怪的地方跑出来了。由香港玩具厂牌 POS Plus 所推出的全新合金可动模型 Metal Hit 推出的第一款商品盖特1号世界最后之日 The。请千豪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就是这次这个 Metal Hit 的系列呢，其实它就是把这个系列的主打的特色全部融进它的品名里面。Metal Hit 除了有很热血的含义之外，每个英文字母都代表了主打的特点。H 呢就是还原动画造型跟专属于机体的配件混合的 Hybrid。E 跟 A 呢就代表的是可动征服 Extended Action， 就是它会比一般的合金可动的完成品还要再有更夸张、更厉害的可动表现。最后的 T 呢就是 Team Up， 全员集结的意思。就是说，就等于是说他们会尽量的把，比方说这一个机体是来自于真凯特机器人世界最后之日嘛，那他就会尽量把里面出现然后活跃的机体全部都推出。其实我觉得算是老玩家会很注重的一个点。尤其是可动的话，它有很多那种剧中的对战啊，所以那些机体如果全员集结的话，才能真正还原动画中的场景。除了有我们手上这个等一下要把玩的盖特1号之外呢，盖特2号跟3号也都已经公开了，然后已经在开放预购。因为盖特机器人就是一定要3个人驾驶才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3个人一起玩，然后把它玩出一个最大的模样。哇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是谁？那边是埋这个梗哦。85丈，千豪85丈味。那我们马上看到它的外包装，正面呢就是我们盖特1号跳起来的这个跃动感的样子，而且在上面也有用一些亮面的印刷。那转过来背面呢，相信各位玩具人看到绝对是眼泪会流下来。哇！出自我们第1集盖特1号跟我们的量产盖特 G 在对打时候跳下来的那个画面，算是盖特初登场的样子。对。侧边呢就给我介绍到刚刚千豪讲的 HEAT， 这是它的3大主打特征。侧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红黑的线条，哇，有小巧思在里面哦。有小巧思，我拍个特写，大家自己想一下。这应该算是部分机体的特征吧。你就直接打开，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是有2个炮壳啦。第一层呢就是盖特1号本体，还有一些可换手的部分。第2层就是大量的特效配件，就是最经典的 Guitar Beam。下面有就是我们盖特1号的这个斗篷的部分。我这边呢就是有这个全彩的盖特1号说明书，里面呢就是有完整的展示它的可动啊，跟它的这些细节的部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一一再介绍给大家。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螺旋盖特光束乱射的配件。有一个东西忘了跟大家介绍，这上面呢其实有附上一个纸板的部分，这个纸板呢是可以把它凹起来。纸板上面的图案呢是我们早乙女博士的研究所的背景，可以让各位玩具人在展示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放在后面当背板，也非常的帅气。我现在已经在说明书上留下我的指纹了。你要留指纹，我跟你讲，我们每次玩超人机玩具最容易就是怎么样，留下指纹。经过我们再三检讨之后，我觉得我们要戴一下手套，整个专业度就升起来了。这戴起来的感觉怎么样，知道吗？我 give 什么 ？It's time to go to bed 。好。不跟那个是好了啦！我觉得千豪可能会比较想要看这个，来，这就交给你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爱你啊！干什么啦？凭良心讲，盖特小队的感情可是没有很好。那我们不要当盖特小队啊！我来点名喽，来盖特1号本体。哇，钱好像拿起来感觉好爽。然后呢，它有4对可换手，再加上它原本的握拳，所以总共有5种手势可以替换。再来就是这个盖特机关枪、盖特战斧，握柄的地方故意做的有点弯弯的，在盖特握持的时候可以有那种速度感。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贴在脚底的止滑垫，很贴心呢。接下来就是非常大量而且丰富的特效配件，再来就是它2种规格的披风，因为刚刚
刚就有讲到，它这个系列 DNA 就是要彻底还原动画，还有动画中名场面的动作。披风对盖特在攻击上来讲，也算是一个得力的助手啊。而且披风可以自由增生，所以呢，它这次就特别出了2种款式。这个小披风就已经够大了。那大的这个披风呢，它是有7条铜丝在里面，它可以自由的凹折。这根本就围刀刀了吧？哇，真的好大哦！你有吃过海底捞吗？吃饭了。那我们马上来看到我们盖特1号的本体，整体的大小呢是将近21公分，整个造型呢就是非常还原动画中的设定，是走这种比较圆润的感觉。那 Metal Hit 主打的呢就是回归原点的造型嘛，所以这个盖特机器人整体来说的线条比较圆润，然后造型比较洗练，跟现代我们喜欢的机器人完成品重新诠释或是注入一些列甲风格都是完全不同类型，真的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造型呈现这样。而且我看到它这个盖特手臂上的那个盖特利刃，没有做的像现在出的机体这么的浮夸。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黄色小内裤，因为这个盖特1号它的这个肚子圆圆鼓鼓的，然后又穿了一个很像黄色小内裤的造型，很难想象像龙马那么狂野，随时随地都要暴走的那种人驾驶一台这么可爱的机体，这都是反差萌吧？我觉得这个黄色小内裤也是他们在制作上面很坚持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大家还是会想机器人要很帅的那种，但是以前80、90年代那时候的机器人其实造型都是这样比较圆润可爱的，而且大家也会很在意说分模线的部分。那他这次呢，参考了原作的设定，他也是把那些可动的部分啊，都藏在那个分模线里面，不会让各位玩具觉得原作好像没有这一条，可是又要它的可动，那怎么办？他这次呢，就是把它全部包裹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们很细心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它的第2个卖点，就是它的可动非常非常的细致啊。盖特1号头部的可动，其实当初在看它头部的时候，头部可动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就吓到，就直接这样也超狂的。这个真的就是那个用电脑用太多的概念，它可以这样直接看向下面的小废物，睥睨群雄，对啊，睥睨那些量产机，好扯啊！它的下巴可以直接碰到它胸部了。往后其实真的就哇，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拍，飞行的那种感觉，正面的飞行也都可以，对啊，很屌哎，它不会有那个脖子中间的空隙，对啊，nice 呢，它是那个女帝，它的头部呢就使用这个6轴颈关节构造，所以除了那个前后摆动之外，还可以就是左右360度，直接转一圈哎。到底是什么场合会需要盖特360度转到最后面啊？他的下巴抬起来180度，然后再加上他的脖子还可以往后倾，所以整个幅度真的是非常大哎。那肩膀的部分呢，它有做这个3重构造拉出式肩关节，先这样子，第一阶段背这边先拉开之后，肩膀这边再拉一段出来。很夸张哎，很多哎，就它可以做那种向前凹背的动作。那它手臂这边呢，就使用了这个棘轮关节，这个声音听得超爽的。哎呦，哇，它就等于是可以很多角度的摆出很稳固的动作。因为它在肩胛这边有做一个，就是让你转动的凹槽，你的手可以直接就着，这样子基本上是算有点超过90度，就是它可以随意的去转啊。那它胸甲这边还可以借由把前面的这一块往前凹一点，然后就可以让两边的胸甲再做进一步的往上。比方说，他拿持盖特战斧的时候会更有张力。它不只是手跟肩膀，它等于是整个胸部也用到往上抬。通常我们盖特1号都有一个大家想要知道的地方，它的腰部。一般盖特的它的腰基本上可动性就是一个硬伤的部分，因为造型。可是这次的盖特的水桶腰呢，可是超乎想象的灵活。它借由侧边的这个分割，让它在转动的时候可以直接启动这个机制，超扯的。你这样转之后，它内裤会有裂那个。就是它的内裤做了这个延伸的这个机械线条分割。哇，就是你360度转的时候，它的内裤就会一直开开合合。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前后腰部的前倾，其实也是有点吓人。这样应该基本上是极限，可是它可以借由解开这个胸部的扣甲这边，然后进一步的去延伸，让它的角度又变得更大。
哇，看一下这个姿势，真的是可以到很凹哎、哇，好扯哦。同样的，那它的后倾呢，也有办法做到这种幅度的摆动。后倾可以直接到这种夸张的幅度，它等于腰跟腹部之间，它是一个圆形的金属关节，所以你就可以不停的测试它的极限。那它在骨关节里面也有2组的弹簧，它然后会这样子收缩。其实，在摆动的时候，真的是勇敢的去挑战测试它的极限。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的是，当它的内裤旁边裂开的时候，它内层其实还有做那个涂装。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它腿部的可动表现，髋关节这边它其实可以做出一个拉伸的动作，拉伸出来之后呢，光是这样子就已经很猛了，因为它就是抬上去的时候会因为这个黄色内裤的造型有一点去干涉到它的腿部的装甲，可是如果你再把它的角度往外翻一点，就又可以再进一步的抬。大腿跟黄色小内裤的连接处，这边非常细心的有一个分件，可以旋转调整角度，让各位玩具人在摆动作的时候可以遮住露出来的关节，增加可动度之外，在造型上的线条也更加流畅。整个角度呢可以达到120度，搭配它的腰部的动作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做出非常跃动感的这种踢击。还有我们这个关图的踢击姿势。我没有想过可以把盖特用这种方式，好扯哦！你明明是机器人呐、怎么有这么灵活的筋骨？你明明就是机器人啊，而且还是盖特1号啊！你的腰太软了吧？很强哎！帮我们展示一下它关节弯曲的程度，它膝盖已经超过90度了。是这种齿轮关节的，感觉好像就它增生了很多部分。对啊，就是它内部的构造有把那个这个很厉害机械感做出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脚踝的部分，连脚踝都可以拉。它的脚掌啊，在拉出来之后，它的往前跟往后的都很大哎。那它脚掌的前缘呢，也是可以再上抬一部分，然后进一步去提升它脚掌动作的变化性。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配件的部分，就附上了一对这个盖特战斧，它的涂装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上面是有点珠光的银色。它的战斧呢，就是有附上了这个一般状态的握柄跟这个速度感的握柄，弯曲握柄，这个算是很细节的部分。它附一个为了还原动画那个动态感，这个真的是你如果一跟动画的图片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细节就来了。然后另外呢，它有这个肩关节的这个零件可以替换，就可以把刀柄呢插在这个背上的这个动作也都再现。还有附上这个盖特机关枪，在 OVA 里面才有的盖特机关枪的这个招式。它的机关枪也有做可动枪管的部分，可以这样子直接展开。枪托的部分呢，也可以调整它的角度，减少它的后坐力。在把玩这个替换手跟机关枪的时候，其实它很贴心，就直接把这边打开，然后不用在那边硬塞。对，就不用用什么吹风机什么的。里面有一个隐藏卖点嘛，弹骨的部分拆下来，里面直接用金色涂装出实弹的感觉，超细节，就是露出这种金光闪闪的样子啊！真的是小细节都很用心。那盖特1号这边呢，也有附上一个可换的这个肚子的部分。为什么要有附上这个可换零件呢？大家只要把它中间的这个说出来，就可以换上特效配件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的盖特1号并没有用过这招，就在动画中，盖特1号没有使出这个盖特光束，没有使出。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可能是之后也会推出会使用这个盖特光束的机体，算是一个小暗示啦。那装上这个特效配件之后呢，刚刚我们有介绍到，它有很多其他就是有点射出的特效配件。它用这个实体的特效配件搭配上这个胶片的设计，让整个这个光束延伸感又更强，我觉得也是相当的聪明。那接下来呢，介绍我们的盖特披风的部分，小的是5个铜线埋藏在里面，那大的呢是7个。在剧中，这盖特披风就是不断的增生，可以当做算是一个防御的这个披风。因为他在第1集的时候呢，就是有把披风当做武器，然后把那个量产型盖特机全部把它捆起来，这样3只一起打。所以呢，它就是附上了大小披风，可以让各位玩具还原剧中那些名场景。因为呢有这个特大号的披风呢，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盖特1号的玩具首度完成一个剧中的经典招式——螺旋盖特光束乱射。我们直接来给它还原起来。
有点困难的这个经典名场面，也是经过了一番波折啊。披风内藏铁丝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方便让各位玩具人去摆动作的，同时也很考验你的把玩技术，越可动越难动。当然也是钻研了很久。真的是不简单哎。如果是对盖特1号非常有爱的人，你在每个把玩摆动作的过程，你都很享受。那刚刚在这个动作展示的时候，相信很多玩具人都非常兴奋。我们也是照着他们的这个官网摆给各位玩具人看，还原剧中经典的名场面。有一些根本不是名场面，那真的要是超级讲究才会知道的那种，是一瞬间的那个动作。然后我觉得这只盖特1号呢，都可以很好的做一个还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由香港玩具厂牌 Pulse Plus所推出的 Metal Hit 盖特1号世界最后之日味。那这支盖特1号呢，已经在发售。我们这次呢，也抢先拿到了盖特2号，还有我们的盖特3号，就直接在这边展示给各位玩具人看。真的是超帅的，可以看到3号这个手非常的夸张。好赞哦！你这样看下来，它感觉是会附上一个正常的手跟一个超长的手，可以施展出它的必杀技大雪山崩落。后续还会推出什么呢？应该还会有真盖特的1号、2号、3号，还有盖特龙、盖特狮虎、盖特波塞顿。那各位玩具人呢，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系列可以这样子一直陆续的推出。那这次呢，我觉得我们3个呢都算是非常的惊艳了。以盖特1号这个造型做出的这个可动度，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它内裤那个可以裂开的设计，对，就是那个双弹簧的设计，真的是很巧妙。那如果有喜欢的玩具人呢，盖特1号正在贩售，盖特2号、盖特3号正在预购中，大家都可以上它的官网去看看。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响铃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Podcast 我们聊了宫崎骏的这个留言。这个 Leon Lin 说，天豪怎么突然变这么瘦？是薪水都拿去买玩具了吗？这个月的确是这样，没错。这个月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薯条他说，千豪补充分享的《风之谷》的细节，不会觉得爆雷，反而更想去买漫画来看。Yes， 太棒了，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推坑成功哎，成功。那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C1，他说到蛋蛋，害我想到平衡离合站的梨子们用蛋皮当降落伞啊，对，他在吗？我超喜欢他们的那个蛋蛋的那一幕超有趣的。